放弃使用中国港口，蒙古国宁愿绕道俄罗斯，也要将煤炭卖给印度。近期有消息称，印度将会在本月的晚些时候从蒙古国进口大批的焦煤，但是在运输的路线上却令其伤脑筋。毕竟，印度是非常抗拒从中国境内进行运输的，如果不从中国借道，那么势必要从俄罗斯那边走，所以目前还在寻找代替的方式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。观看中不要忘了点赞关注。1. 蒙古国的煤炭出口。蒙古国是世界上第2大内陆国，面积 156.65 万平方公里，但是人口仅有340万。蒙古国不仅人少，人口分布也极为不均，接近 50% 的人居住在首都乌兰巴托。乌兰巴托建立于草原之上，面积约4707平方公里，常住人口约143.5万。该市是蒙古国的中心，全国大部分工厂都设在这里，主要工业是轻工业、建筑材料、金属材料和食品工业。该市的工业产值占全国总量的 50%。蒙古国具备极为优秀的资源禀赋，全境矿产种类约80种，主要的资源有煤炭、铜矿、石油、铁矿、稀土等。我国在2020年的10月份停止了对澳大利亚的煤炭进口后，蒙古国的煤炭产业迅速崛起，成为我国煤炭进口的主要市场。其煤炭出口总量的 89% 进入了我国。如今我国对于澳大利亚的禁令已经解除，俄罗斯也有大量的能源运往我国。就目前的背景来看，在中国市场上，蒙古的煤炭已经失去了竞争力。本来中蒙2个国家的煤炭贸易是互利互惠的，但是蒙古国却人心不足蛇吞象，想要将煤炭的价格提上去，就停止了对中国出口煤炭。蒙古国的煤炭失去中国市场后一落千丈，不得不重新寻找买家，最后就选中了印度。2. 蒙古国的产业出口多数需要依赖中国港口。蒙古国是一个内陆国家，四周被俄罗斯与中国紧紧包围。因为是一个内陆国家，所以对外的交通并不发达，就导致了它的对外贸易上长期依赖于相邻2个国家的铁路与港口。就比如我们身处蒙古国做生意，想要把商品运输出国卖出去，首先就得借道。说到借道，我们就不得不提我国的天津港，它位于天津市的渤海湾西侧，以及海河的下游与入海口处。它是中国北方地区重要的综合性港口和国际航运中心，也是环渤海经济区域、华北、西北等内陆地区距离最短的港口，更是北京去往海上的重要门户。目前的天津港随着我国东北地区的振兴、中部地区的崛起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，所辐射的地区经济不断发展，成为了带动北方地区乃至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。天津港不仅对于我国来说是一个重要港口，它还是连接蒙古国与世界的桥梁。蒙古国的货物想要出口走向世界是非常麻烦的，大多数都需要通过在国家境内的交通网络，最后汇聚到乌兰巴托等重大城市，再从国内的主要铁路运输到达中蒙的边境口岸。最广为人知的就是2连浩特口岸，它因其核心地位而显得尤为重要。蒙古国的货物从这个口岸进入中国之后，会沿着吉宁与2连浩特的吉二线融入中国的铁路网络，与关键的铁路动脉如京包线、京津线等相连接，最后平稳地抵达天津港。通过天津港可以将货物运往世界各地。另外，天津港还是我国多条铁路的干线的交汇点，如京哈铁路、京沪铁路与京津城际铁路，并外接了京广、京九、京包、陇海与包兰等多条铁路干线与全国铁路联网。这就让天津港往北可以抵达北京、内蒙古与东北地区，往南可以去往华东与华南地区，西部地区与西北地区也可以抵达，从而可以连接蒙古国、俄罗斯与欧洲等国。3. 印度绕开中国，从蒙古国运输焦煤。最近，印度因为想要从蒙古国采购煤炭，但是运输的路线却令其犯愁。主要的原因就是不愿意从我国借道进行合作。按照印度要绕过中国的路线规划，就有2条路线。首先是从蒙古国的边境向东进入俄罗斯境内的铁路线路，最后抵达海参崴的港口，从港口通过海运，最终到达印度。其次就是从蒙古国的西部边境出境后，沿着俄罗斯的铁路网运输，可以到达黑海，从黑海运往伊朗，一路南下到达恰巴哈尔港，最后通过海运抵达印度。蒙古国是一个内陆国家，它的邻国只有俄罗斯与中国。印度不想经过中国，那么就只能借道俄罗斯。就上述印度规划的2条线路，第一条还算省时省力省钱，在美苏争霸的时间段内，这条线路是印度的主要航线。
苏联解体后，俄罗斯想要融入西方国家，所以就把经济中心放在了欧洲，久而久之，远东地区就被冷落在了一边。现在因为与乌克兰之间的冲突，他彻底与西方国家撕破脸后，开始逐渐向东看。那印度提出的这个方案正好可以起到促进作用，不管是对海参崴还是远东地区。虽然海参崴港口每年都有4个月的结冰期，但相比第二条路线也要好得多。第二条线路需要借到俄罗斯与伊朗2个国家，再经过海上运输才能抵达印度。这条线路不仅绕开了阿富汗，还有巴基斯坦，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到这条线路的路程非常遥远，所以运输成本与时间高得吓人。所以从综合方面来看，还是第一条线路比较可靠。但是这条路线上的海运需要经过日本海与中国的东海，除非绕道太平洋。其次，它的运输途中还会经过多个国家，其中的风险也是不可控制的。所以印度从蒙古国购买焦煤，绕开中国借到俄罗斯运输，在时间与经济上都不划算。所以从地理位置上来看，最省事最省钱的路线就是借到中国。